随后一键3连，马上开始我们的正片。想要跳过的朋友啊，可以到这个时间点。还记得唐人街上杰米说过，众生之苦多因不守戒律，放情纵欲。要我说，放屁！不发波，必回永无止息；不无责，强弱如我何也？不乱凹，一切擦合皆孽；不强则，暂防温华去；不跳入，睡眠质量无常；不抹血，凡杀刹那；不斗反，墙角不得解脱；不规逼，排位了无生趣。既见如来，为何不拜？好的，这是我们的盘点啊，按分段循序渐进。第一种打法虽然对很多玩家来说，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应对，不过对于刚入坑的新人朋友们来说就十分的懊恼。这个我相信也是大部分玩家入坑学会的第一招啊，那就是斗气迸发了。我就这样代入一下啊，刚摸到游戏，我啥也不会，结果发现有一个只用按一个键就能得到极大正反馈的按钮，当然是要毫不犹豫的使用起来呀喂！但在新手阶段，大家都没有建立起格斗基础，不会考虑对手会不会反蹦，或者说啊蹦出来到底合不合适。所以很多时候你们会发现，新手局还是有不少玩家会高频率但又毫无铺垫的情况下使用这一招。对熟练的玩家来说构不成威胁，但还没有专门练习反蹦的玩家来说，这种没有理由一个劲儿迸发，就是纯粹考验你的反应力。尤其是大家都不懂连招的时候，万一你出了一个动作大一点的动作啊，很容易就被对手蹦到。加上现代模式一键连招的特性，对手手里还有3格能量的话，依然会对你造成极大的威胁。这样的对手打多了，首先你会反思对手到底抱着什么样的思路在进行游戏，但同时你又会反思自己为什么仅仅半秒钟的前置动作我都反应不到啊，我燃起来喂！越想越气，然后就关掉了游戏，默默烧上高香。就像我说的，像无脑迸发的情况一般只会在新手局里大量出现，因为这样的打法只需要你在训练房里练习一下迸发反击，然后时不时让自己分配一点注意力到反蹦上面，就能极大的改善这样的情况。再给新人朋友科普一下啊，在对手斗气迸发的过程中，你出的任何攻击都可以短暂的使对手的动作快速停顿一下。如果你在对局里使用可以取消技能的拳脚试探对手的话，也能极大的提升你反蹦的概率。所以这种打法上头，但还不具备很大的威胁，反而我认为啊，这是对新人朋友们一次很好的历练机会。如果说刚才的打法一般只会让钻石以下的朋友们上头红温的话，那么地板烫脚型的打法就可以在更高的段位中考验对手的心智，尤其是对一些使用对空能力较弱的角色或者基础功还不够熟练的朋友来说，会是一个噩梦。这个故事的起源，我猜测和无脑迸发派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你入坑街霸6游戏进行了一段时间，你会突然发现，好像我跳攻击起手连段最终得到的伤害是要比我正常连段情况下多一点。那么久而久之，这样贪得无厌的进攻方式就刻进了你的 DNA 里，一局里不跳个180下，浑身难受。这种类型的打法啊，是不会考虑对手对空能力是否优秀，只要我抓住一次跳入的机会啊，就能得到很高的回报。哪怕我跳入进来防住了，那也是面临一个我有你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啊，我就有多样的方式去责你。怪就怪你玩的弱对攻角色，或者你还没有建立起很好的基础功，疯狂在你的软肋上跳 disco。尤其是这个打法派系的玩家会在更高一点点的段位里演化出更进阶的打法。在面对一些垂直对空性能差的角色来说，别人轻攻击点你身下之后，前跳刚好与你的头颅啊形成一个暧昧又模糊不清的距离。这个时候你要是反应慢一点，他的脚就踩到了你的天灵盖上。要是缺乏一些判断经验和基础功，那恭喜你，折磨就开始了。
了。虽然跳来跳去的杀伤力或许不是很大，但这种打法的恶心程度是要比无脑崩法多了。一根香都已经不够缓解情绪了呀。那么我们要如何应对这样的恶心方式呢？这里我给大家简单列出4个方法。第一种就是精准难防啊，这个比较需要你的熟练度，但是精防之后呢是缺反抗的判定，立场转换的同时还给了你一个非常舒适的压制环境。第二种则是升龙，如果你能够确定对手踩到你的是正前方，你大可直接623升龙。可如果对手是在一个阵地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你可以试试1313升龙法来对空。这个逻辑其实和反向升龙是一样的，但1313不管对手在什么方向，你都可以同时兼顾到。第3种办法需要一点你的反应能力，就是直跳或者后跳轻中攻击，它们的发生速度都比较快，能够很有效的阻止对手的进攻节奏。不过打断之后双方落地又会回到一个立回的阶段。第4种也是这几个里面最难的一个，就是直接前走，等到对手落地打回自针。这项稍微硬核了一点，逻辑就是街霸这个游戏每个角色落地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时间处于一个恢复动作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对手是无法进行操作的，而前走就是让对手直接挥空恢复，然后你再出招。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缺反抗起手，而这个对应方法也是最考验熟练度的，不过回报也是最高的，建议大家狠狠练习。为什么我第3回提名是斗打？不知道大家可否还记得街霸6刚出来的时候风评呼声最高的，其实不是鲁克，而是肯大师包揽了前几个月普通角色的称号。就像我之前视频聊过的肯大师不仅招式帅气，还有一个非常无脑的龙尾脚出招即加针，早年长期霸榜使用率排行，很多玩家就是靠这一个加针技击败无数路人。同理，海量的玩家就是被这样类似肯大师斗打一样粗暴无脑的加针技折磨得体无完肤。当然不只是指的龙尾脚像加米的反摇拳、玛丽莎的超人飞拳这些动作偏大但有效果明显的加针技都在我概括的范围以内。好像我自己清楚这个招式动作不快，但我就是控制不住小手想要出这一招快速建立优势。很多缺乏经验的玩家就会被这些无奈的招式压得不敢动弹，完全丧失进攻能力。相信我，我的朋友，我过去也经常被使用无脑加针技的玩家们折磨过，每次打完都在骂这个游戏到底咋个回事直到后来研究理解了一下，其实这种频繁使用大动作加针技的玩家，某种层面上来说其实是缺乏一些进攻手段的，而且这些招式共有的特性都是动作偏慢。这也是街霸6其中一个底层逻辑。下次敌遇见无脑多打的对手，你可以考虑预判直跳，等他被跳几次就知道停手了，或者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动作上，比如肯的斗打不是在偷针的情况下正常反应迸发，一般都是稳吃。像玛丽莎的超人飞拳你就预备戳升龙，新手局基本上也是稳的。加密反摇拳你就看他转身动作，转了你就轻攻击起手打坑连段。比如说直跳不仅可以应对这些动作很慢的加针技，时不时你也能跳到几次动作比较快的招。这个对策甚至应对类似围甲绞刀这样的招式也是起效。所以这个重点就是预判和注意力上面，只要让对手吃几次苦头现在游戏的人就不一定是你了，但老伤的口水除外好吗？这个大家自求多福吧。如果说无脑丢加针技对高手们来说都能处理下来的话，那接下来的内容我认为到了一个中等甚至以上分段的排位赛里也经常有这种玩家，而且我认为这一回我形容的也十分贴切。但不仅包括了爱出下中拳的玩家，其中也包括了很多管不住手就是爱抢招的玩家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打法习惯呢？不管什么距离身位，我就是要把那个键摁出来，我心里才舒坦。这背后的原因要从这个游戏系统开始剖析。街霸6的轻攻击连段会自动触发连防，但如果只是普通的轻攻击或者中攻击压制的话，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利的。而出于这种本能的压制习惯，我们总会在晋升的前提下尽可能抢夺一个有利的帧数，反而会很容易忽略自己招式之间露出的扩展，这就使得抢招流派的玩家有了得手的机会。不只是轻攻击可以抢招很多时候我们使用6帧甚至7帧的拳脚依然能够得逞。其重点可以点名那些玩什么鲁克呀、肯阿鬼等等这类有着优秀中攻击的角色们，就正常按2下结果下一秒对手一个中拳或者中脚甩过来，一下子就把你换来的进攻机会给覆灭了。一局里面中1-2次就不说了，有些玩家防1-2下就管不住小手开始按招，很多没有刻意练习对策的朋友们就会被这种赖招打中，不然大家以为那些下中拳、下中脚的表情包是怎么来的，对吧？想要做好这样的对策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完整输入连防，但是这样也有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你按了那几下之后呢，就没有其他的选项了，而且对手角色的不同呢，也决定了你对策空间有多大。像阿鬼的5MP 连防之后稍微往后走，他就无法使用5MP打到底，而你却可以抓一套缺反抗
长到连段。如果你真的想用大动作去压制对手的话啊，我建议大家啊用绿冲状态下的第一下去压制，再配合头折，也能给到对手不少的压力啊。等他怕到不敢再按的时候呢，我们再慢慢的去加大动作就可以了。火有梗其实大致有2种说法，一种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凹的，那另一种啊则是不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不该凹，我就是搞你心态，我就是不要你压我。这一类玩家呢，往往说开了，其实就是害怕对手给予的压力过大，需要一个无敌技能缓解一下尴尬的防守阶段。所以这么一看，要是凹多了，那你放针啊！这说的轻巧。格斗游戏中下载对手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环节，但下载对手的能力就十分考验玩家自己的功底够不够扎实。我以前打街霸还没有入门的时候，也被这样的升龙怪折磨过。说真的，我每次去压起身，他都能精准凹中我每一个拳脚。被凹了之后呢，起身又是他反过来压我，我明明是顺风局，怎么打着打着我输了呀？而且这种情况，我经常会忍不住说：“我让你的，我这都能凹啊！”大概这样的言辞。而且凹多了就不说了，要是对手的力回能力高于你，那就会更加的折磨。我曾经真的有一次因为被凹了108000回给卸载游戏了，也是后来做了很多心理建设啊，才重新下回游戏。而对付这样的对手们啊，我们千万不要乱了阵脚，一定要去分析回忆对手每一次防守和起身的习惯。一旦被凹了，就要记住这个节点，留一个心眼，下一次进攻的时候就要适当退后。给新人朋友们一个建议啊，尤其是在板边的时候，进攻不一定是往前走，退后也是很好的进攻压制。这种打法的玩家要克制他们，就是纯粹的心理战，就是剪刀石头布的博弈。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计算DP，计算能量，没有明确的打法针对，所以这一块能做的就是多挨打，慢慢去培养下载对手的习惯。其实从乱凹升龙打法开始，精准对策的方式就开始变得模糊。这种类型的玩家总会在你抱着希望的那一瞬间，狠狠地扇你一巴掌。这一路的心理变化，就像是你在追求一个女生3、5次示好都被婉拒，直到最后，你还会抱着成功的希望吗？不过这种程度都还好啦，因为接下来我要聊到的也是我放到最后压轴的打法，几乎是99秒里时时刻刻都在疯狂拷打你的心智，每一瞬间都是爱而不得的痛，每一次按键都显得自己像个小丑。乱凹升龙打法可以让我陷在游戏，而龟就足以让你带着设计师的亲属们一起探讨反思这个游戏为何要这样设计啊！而且街霸系列一路往来还有专门为龟而设计出来的角色，典型的例子啊，我不用提了，大家肯定知道我说的是谁。还有一些老东西，像什么沙啊、什么特啊，那些角色啊，感觉也像是为了龟而诞生的。最重要的是，那个扫把头只是龟这个派系里的一个符号。老实说，其实每一个角色都可以龟，这完全取决于对手主观的意愿。开局管理什么力回进攻啊，我直接拉后，距离远了不是发波就是等你绿冲，一套打完简单敷衍一下，然后又开始往后走，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你别看对手松弛啊，当你屡次被这样放倒骚扰，然后又重新拉开距离，渐渐的你就会丧失理智，已经忘记思考对手的角色特性。不管3721按出来的东西啊是不是败招，只要能缩短你我之间的距离，我也赴汤蹈火义无反顾。而当你真的这样操作的时候，就正中下怀。盲目的进攻啊，只会给到对手更多击败你的机会，但每一次好像我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这样的感觉，我相信每个人一定都感同身受的。受不了啊，实在是受不了了啊！你说骨裂龟，换个没有波的角色，同样也有龟的打法，拉开距离等你近身，看到绿冲过来就抓你收招。不是哥们儿，玩游戏不就是为了开心吗？怎么我几百块钱买来的游戏，快乐都转移到那些龟逼身上了？哎呀，秃头就不要再说了，代入感真的太强了，快给新人朋友们分享下你的经验吧。不过老实说啊，大伙儿。这种打得龟的玩家，我也没有很好的对策方式，并且放到高手局里，同样也有被这样打到红温的情况。面对这样打法的玩家，大家一定要冷静下来，快速思考对手角色的特性，比如说他是否弱对攻，是否弱近身等等。他发波，你就蓝防抵消一下绿潮，或者垂直跳；他摸你，你就拉后符合绿冲。面对龟派打法，十分考验大家的耐心和对角色的理解。大家要算好他的出招习惯和招式帧数，比如打量一下骨裂发波站立的时间和距离，防住快半波的时候是什么位置。用前走蹲的方式啊，慢慢近身，并盯着对手的动作做好反击啊，这些都是需要玩家大量练习的东西，还真的很难说有一个万能的解法。所以我认为这种打法才是这篇内容里面最容易让人降智上头的了。只能说实至名归吧，大伙儿有什么觉得的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纵然我们每天大概率都会遇到我今天聊过的这些打法的玩家，但这些同样也是游戏里的一部分。你想一想啊，只有一个横竖轴的游戏能延伸出这么多打法，也算是游戏特色之一了。像龟派打法啊，在过去的作品里更加让人上头。在格斗游戏啊，它的目标就是输赢，打法只是一个手段罢了。虽然我疯狂吐槽这些让人降智的打法，但我认为他们也是街霸里的一部分。这些困难恰恰是为了让你成功而布下的998一难。希望大伙儿千万不要气馁，学习进攻套路，理解角色帧数，多看录像，分析自身缺点。当你练成之后啊，这些困难就是衬托你成功的绝佳时候。所以大伙儿一起练起来吧。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这也是目前为止内容最多的一期了。文案就写了3天，希望各位好哥哥好姐姐能给小图谋奖励个小人3连，支持一下。后面还有更多的精彩高潮内容，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哟。那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 ，Adios。